所有人，跟我来！曲逆死了，是他们杀了曲逆！跑，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不会杀死一个无辜的人，但他们却逼我出道，我该如何是好？你难道真的毫不怜惜世间苍生，非要护着冥王之女？即便是夫子，也不见得赞成你这样做。书院的规矩，没有明文禁止，那便可以去做。现在就算老师说我是错的，也不会影响我的选择。不管你如何狡辩，我七念在此，绝不会让你带着冥王之女离开。也许你们都忘了那句话，当年我小师叔说过，哪怕1000万人在前，我要去，那便去。走，站住！七念大师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动手啊！我在等一个人。西陵骑兵听命，杀了冥王之女。上！奖金首座。悬空乃天晴不可知之地，讲经首座更是隐士高人。我真没想到，您也会涉足红尘。冥王之女都出现在人间，
我又如何能不来？倒是你，为何还不离去？我为何要离去？世人无辜，为何要受永夜之苦？我和桑桑也是无辜之人，为何要受追杀之苦？传闻你已入魔，不思悔改。既然如此，我便送你归去。那你得问问我想不想去。光明之女。天晴棋盘在哪里？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你可以选择把我杀了，看一看在我脑子里哪一个部位。今日便让你们解脱。今天是要死在这里，即便是死，也不分开。小师弟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能用你来的方式带我们走吗？哪怕一个也好。这1年来，我穿行世间，没时间修复本心。说实话，有些力不从心了。大先生不愧是老实人，
即便你想将这民女带走，他也没有这份力气。再者，浩劫是因他而起。难道你们书院只为保护自己的弟子而弃天下苍生于不顾，任其死于冥王之手吗？老师让我带句话给蒋经首座。老师说，想要阻止永夜降临，便不得杀死这个女孩。为何？难道夫子真的不明白，冥女体内的阴寒气息，便是冥王在她身上留下的烙印吗？一旦冥王找到冥女，便会发动永夜。老师说，冥王或许根本没有指望桑桑能够永远隐藏身份，反而从一开始，他便知道桑桑会被杀死。只要你们一杀死他，他体内被封的烙印便会自动释放，加速永夜的侵袭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事，不是杀死他，而是要保护他。保护他？怎么可能呢？这夫子可真是老糊涂了。身为天晴弟子，怎么会被这种谣言左右？老师要我把桑桑带回书院。不可能。那就试试，我们是否能离开。小师弟，你带桑桑先走。我虽然打不过蒋经首座，但至少可以拦住他。要走一起走。你若在此，反而牵着我的精力。老实说，君子不立险地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送你们一程。不愧是夫子首徒，愧不敢当。宁缺和民女一路北去，有黑鸦指引，乌云压顶，你再也帮不了他。回书院休养吧。还有老师，你替夫子传的那些话，其实只是你自己的臆断，根本不是夫子真实的想法，所以我才没有同意。我不明白，大师为何会如此说。你是夫子的学生，应该很清楚他的性情。如果他真的认为杀死桑桑
便会引来明女入侵，那他早就带着宁缺和桑桑回了书院，又哪里会等这么久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我知道，他现在还在犹豫之中，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。你回书院后，请替我向夫子转达问候，告诉他，人间的未来，很大程度上，就在他如今的犹豫之中。这段时间对桑桑的照顾，桑桑有少爷保护，您就放心吧。这里的百姓需要你。光明之女，光明的使徒不是为了信奉某一个人而存在，而是要爱更多的人，把光明传递给每一个人。光明不灭，正道永存。桑桑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光明永远不会犯错。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他们认定自己的光明，哪怕无法进入光明天界，他们也不会有任何遗憾。你也不要太过悲伤了。师父曾讲过，西陵教典中自报神术的先例。竟然有人这么傻，为了我，桑桑，那些人只是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和光明。信仰，光明，绝对的光明，就是绝对的黑暗。原来听这句话，就像是听天书。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桑桑说这话的语气，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我很害怕，怕的不是那些要杀死我们的废柴，而是怕桑桑，怕他有一天也会像那些光明神官一样，用那样决绝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宣战。这真是一个糟糕的世界。但无论如何，也不应该由他去战斗。应该是我去战斗。
怎么样？这片沼泽实在是太大了，我看不了多远，但确实有条碎石子路，只是都被淤泥和芦苇给盖上了，很难找到。你要是觉得不舒服，就赶紧下来，千万别硬撑啊！这边都被拦在沼泽外面了，他们好像不敢进来。这世上敢走这条路的人，大概也只有我们这对亡命鸳鸯了。泥塘，这么大片沼泽，怎么叫了个这么小家子气的名字？快把伞收了！我跟你说了，黑伞尽量不要使用，你就是不肯听。这么大的雾，我这不是想帮你探探路吗？如果冥王真的是通过这个黑伞才找到我的，那这么多年，那你没出现过呀？快下来，快下来！没事啊。黑货，走，咱们进泥塘。好巧，居然能在这儿遇上。我在这儿等了你们10几日，终于等到你和他，你说巧不巧？何必一见面便把气氛搞得那么严肃？说起来，几个月前我们在齐星道店见面那次，聊的不是很开心吗？首先，上次相见，她还不是冥王之女。其次，从现在距离上次相见，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，而不是短短几个月。看来，果然是天晴棋盘救了你。原来在这儿等了我们这么多天，你是想听我们从烂柯寺脱困的故事？等人，自然是为了杀人。我最不喜欢就是你这一点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。我不需要你的喜欢。在这个烂泥塘里等了我们这么多天，真是情深意厚，无以为报，所以想请你洗个澡。杀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一会儿沾上泥土，还有你的鲜血，要洗稍后再洗吧。哎，但是我不想和一个浑身是泥的女人打架，无论是哪种打架。一手摸一把泥，闻着也没香气，打得不痛快。
喜欢杀干净的女人，真是变态。你我应该都清楚，我们都是变态。变态，便是非常态，这确实算是赞美。请吧。真好看。的确很好看。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出现在这儿？你先前说过，我们都是变态，所以我很了解你。无论你是要回唐国，还是像隆庆那个白痴一样去荒原，都会选择过泥塘。泥塘不是塘，是一片很大的沼泽，你就不怕错过吗？西陵的意志不会让我错过你。一定要打？一定要。身为裁决，我的使命便是裁决人间的罪与恶。但我们无罪。你能逃出朝阳城，已经出乎我的意料。不难想象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杀了很多人。别人要杀我，那我就杀别人。你若是不管他，别人谁会来杀你？废柴，她是我老婆。就算你老婆是冥王之女，有道理，但这是你身为男人的道理，不是人世间的道理。牺牲一个人，拯救整个人世间，这就是人世间的道理吗？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师，都愿意陪桑桑去死，但不是你这种。不错，我之存在，本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妻子会不会死，都不足以让我付出殉葬的代价。若是有一天灾难无法避免，我也愿尽全力一战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不过，这都不妨碍我尝试杀了他。为什么？她是冥王之女，她就得死。这不是罪，不过是利益，涉及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，整个人间的利益。所以在你们看来，
这才是罪不可恕。难道你现在才明白，什么是善与恶，什么是功与罪？这本就无关乎道德，只关乎于利益。对世人好的，便是善；对世人不好的，便是恶。对越多人有好处的，便是大善；对越多人没好处的，便是大恶。若是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，便是不可饶恕之恶。然而你现在贵为西陵裁决大神官，自然可以不服从这种规则。没错，我们的确是制定规则的人。当有人威胁整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便会按照这个规则行事。放羊放了1万年，想尽各种方式吃羊肉，但总有一天会腻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方式？比如上山打猎。永夜降临肯定是非常壮观的画面，数万年来，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有机会看到。难道你就不想看一下吗？啊？既然你确定不想冥王找到人间，那你就不能杀了桑桑。我老师说了，如果桑桑出事，他体内的烙印便会被释放，他爹马上就能知道人间的位置，所以你不能杀死桑桑。夫子才不会这么说。这是老师让大师兄转述给讲经首座的话。如果这真是夫子的想法，他早就会把你和桑桑接回书院，或者带去天边。又何苦让大师兄如此劳累的四处奔波呢？少爷，我闻到了一股味儿。什么味道？沙漠。我们到渭城了，少爷，我们到渭城了，这是渭城的味道。呀。冥王之女逃脱月轮，按照西陵推断，他们现在极有可能从唐国边境潜入唐国，所以掌教也专程派我等前来，协助各位阻拦冥王之女，守住人间的希望。诸位，意下如何？值此人间大劫，我昊天岛南门一定会支持西陵拦住明女。不知唐国军队有何打算？帝国军方各部已经收到了这边的消息，但如何具体行动还迟迟没有收到回复。你们可真是糊涂！如今我们和西陵面对的是整个人间危难，你们岂能仅仅为了一国的利益，而不顾整个世间苍生？你说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没有收到回复，我怎么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行动？好了好了，
你们都听我说。如今我们身在魏城，所以我更想知道的是，这位将军的态度。马将军啊，我听闻你这辈子都扎在这魏城，这魏城的数千旌旗，无不听从您的调令。我也知道，你和宁缺，你们之间过去的关系，所以他若要出现了，您想怎么办？还能咋？杀，当然是杀了。自从那小子离开了魏城，就跟我断绝了来往。我只知道，那小子考上了书院，然后就成了夫子的亲传弟子，然后就是打败了夏侯大将军，然后就是你们几位所说。对，让他说。他走了这么多年呢，就连这酒坊的老皮头都能收到他寄来的银子，可我呢？我老马呢？没有一句话，没有银两啊，哪怕是只言片语呢啊！他可是我从狼嘴里把他救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岷山有狼。我再给你们说一遍，岷山有狼，他就是一个白眼狼。马将军，你可以不见他，但是你得派人把他和他的那个小侍女给抓回来呀。魏城乃边关重镇，一边是草原，绿绿的，一边是雪山，白茫茫的。你们想在这个区域抓住他，难，太难。哎呀，马将军，这个不难。为了抓捕冥王之女，西陵在整片大陆上都会布下天罗地网。目前我们在渭南、渭北，以及去往贺兰城的路上，也都做了一些安排。各地人马会逐渐缩小搜索范围，按照宁缺目前的速度，近日定能现身。到时候就是你马将军出手的时候。我的天哪！天罗地网啊！这小子插翅难逃啊！哎，马将军，马将军，马将军，抓住了！太好了，你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干嘛？我抓住了，抓住了！你怎么没告诉我呢？来，给我的贵宾拿酒，拿酒啊！哎，你去看看他。你别走，马将军！人呢？马将军，你看看他！给我回来！马将军，回来！马将军，你又喝高了！马将军，给我回来！将军，没事吧？跟了我这么久，算你小子有眼色。快准备一匹快马，我要出城。抓宁缺，抓宁缺！将军，宁缺可是我兄弟啊！宁缺摊上大事了，知道吗？今天务必要抓住他，把我的鞭子带上，我要抽死他！
啊，不想走了？哎，说好了啊，不许老，不许死，等我回来孝敬你。滚！又咋了？我看你哭了没？走，滚吧！去霍霍别人去吧！将军，咱们去哪儿？跟我走！好了，终于到魏城了，我们又可以见到老马了，我又可以喝到魏城的酒啦！我们得绕过魏城。我们是不应该连累魏城的百姓，只可惜这样就见不到老马。肥货，停！我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，舒碧湖的味道。桑桑，这是谁的地盘？谁的地盘？没错，老子的地盘。老马，老马，老马，干嘛？哎，老马你，老马你干嘛？老马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书院的13先生，然后又打败了镇北大将军夏侯，一战成名。啊！老马，怎么着？你忘了吗？啊！你忘了魏城是你的家了吗？你忘了魏城还有我老马吗？还有你！你家少爷不懂事儿，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？你现在可是明王之女，你怎么一点礼数也不懂啊？啊！我永远都是那个小黑丫头。你这个老马，你看着我干啥？疤怎么多了一道？收壁湖没有人收柴火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这2年金帐王庭的人呐，势力越来越大了。他们常常在这一带啊，假扮成马贼，骚扰咱们边境的百姓啊。我老马不出马，谁又能出马的？这不，你也走了，我等于少了一个左臂。哎呀，左臂没有了。自然，这左边就多了一道。一把年纪了，别打打杀杀的。对，不打打杀杀的，这不正好你回来了吗？你砍柴，我喝酒。还能喝不？比以前还能喝。好，啊，走，跟我回去喝酒，跟老马回去喝酒。咋了？我和桑桑这次惹了一个很大的麻烦，
大到没法子解决。所以在没解决之前，我绝对不能回唐国，更不能回魏城。这事儿要是一直不解决，你们俩就一直这样流浪下去？只能这样。说什么丧气话呢？啊？树壁湖什么地界儿？老马的地界儿，啊！魏城那是老马的地界儿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回魏城，让你们俩过得舒舒服服的。走。老马，我和桑桑也想回去，但我不能把麻烦带回魏城。废柴！你以为你绕过魏城，一切就平安了？那以后该怎么办？不管你今天怎么说，我绝对不会回去。臭小子，敢跟老子这样说话！玉泉，咋就不能回去说句话呢？你这娃娃走了那么多年，见过那么多世面，老马呢，一直窝在这魏城里，哪儿也没去过，啥也没见过。你都回来了，咋就不能进屋说句话？哪怕跟老马喝一杯酒呢？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将军，发现3名西陵的人在跟踪我们。干掉了。哦，收土豆。哦，宁军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你了，臭太这样子。哎，慢点，干嘛？走，哎。陛下，我都说了半天了。哦，哎，这国师都说了半天了，怎么连杯茶都不沏啊？国师要不要坐着说啊？不，我还是站着说。谢陛下。陛下，现在不只是西陵桃山下令追杀宁缺和桑桑，就连天琴座、青眼大师和讲经首座都在联合围剿明王之女啊！哎，整个月龙国的这个朝阳城，可以说让宁桑二人是搞得天翻地覆。西陵掌教，看来势必要追杀明王之女，以防永夜降临。前2天，西陵传来消息，说宁缺带着桑桑，正向我唐国边境而来，不出2日便可进入境内。妹我唐国为了世间所有黎民百姓，务必截杀明王之女。陛下，若这个时候再包庇，那就是跟整个光明世界为敌呀！哦，啊，你是说那小子要回唐国了啊？好事啊！国师，你要知道，
保护好唐国的子民，就是朕的使命啊。父王，父王，鱼儿得到消息，宁缺正带着桑桑往唐国赶来，他们还没有死。是啊，你看，这不是我跟国师正在商量着如何围剿不，是如何保护好我们大唐的子民啊，是不是国师？鱼儿深知宁缺和桑桑此时在这世间的艰难，鱼儿也明白，国师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情，保护我唐国的安危。但还请国师不要忘了，桑桑也是我唐国子民，宁缺更是我唐国的13先生。公主殿下，我唐国虽说边境的战事不断，但是有书院做靠山，在陛下的治理下，可以说是风调雨顺，唐国子民过着太平的生活，安居乐业。可如今，明王之女降生，永夜将至，这时候宁缺还带着桑桑朝我唐国而来。若陛下在这个时候再不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，对我唐国来说，那可是灭顶之灾呀！父王，宁缺和桑桑都是我唐国子民，此刻他们二人正遭到全世界的劫杀。先不论那传言是真是假，他们做错了什么？仅仅是因为一个传说吗？说得好。接下来只能看这2个人的造化了啊！用传送阵把他送到渭城去。陛下，这渭城离都城有1000里之遥，若是动用传送大阵送这张纸条，那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啊！对了，上次动用传送阵，那还是在太祖在世时，因为战事告急呀。现在也是告急啊！宁缺的事对朕来说都是急事。好吗？不知父王写了什么？你留这儿，你过来，跟我进去。马将军，把嘴闭上。过来，这儿，手在这儿。谁都不许进来，小心西陵的人。是。哎呀，土豆终于到家了，下手吧！
草原绿绿的，草原绿绿的，名山茫茫的，名山茫茫的，宁缺今天回未成，宁缺今天回未成，大家心欢喜，大家心欢喜。马将军，敬你一杯。啊，来，马上！公主抱，公主抱都会吧？啊，来吧！来！一个公主归我抱。行啊，你我来了。下一个，三个公主归我抱。老马啊，当初就是你，非要让我趟这趟浑水。你不是老说的要修行，所以我就推荐你去。你任务完成得很好啊！我这次差点没出去庆生，就死了。哎，你死不了，你小子命硬啊！别人都死了，你死不了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要是死了，你上哪儿哭去啊？你就这么舍得让我死？来个屁话！哎，给我倒酒。倒酒。倒。醒醒！今天喝的太多了，走，回屋睡。走。走了，回屋睡。老马，老马，哎，别吵了，老马，让他赶紧睡吧，小心点儿。你站稳，喝口水。少爷，你看，马将军把咱们的小屋收拾得多干净，还跟原来一模一样。他这是想让我们留下来。是啊，感觉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渭城守军军卒宁缺，奉将军命到。滚进来吧。
份饭。葱花面。再吃一葱花。还有什么？煎蛋。好。捡到你这个小黑丫头，我倒8辈子霉。那等你先活够8辈子再说。我和桑桑留在老马这里很好，有吃有喝，不用杀戮奔波。可总不能在这里躲一辈子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不能连累老马他们。桑桑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走。
哎，哎呀，还是走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将军，西陵那帮人到处找你。不是让你跟他们喝酒吗？我喝了，那不就结了吗？不是，他们酒醒了，接着喝。又醒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弄死他们。走。不行啊，宁缺这会儿还没走远呢。没事儿，会他们。好。少爷，我们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，马将军醒来发现我们不见了，肯定会伤心的。老马舍不得我们一直逃下去，就想把我们一直藏在渭城。但这样一来，他背负的太多了，渭城也会背负太多，我又怎么舍得让这种事情发生呢？黑货，走。